欢迎来到科技 Line 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讲 Docker 项目，我们可以借助 Line 的运维工具来跟大家展示一下我们有哪些好玩好用的 Docker 项目。来到 Line 的一键脚本，必要的组件先安装一下。如果你是搭建乌班图的话，就用这个；如果你是 CentOS 的话，那你就用这个。所以我们找一台 Linux 系统啊，要能连接网络的。能下载东西的啊，就可以。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块有个11，这个11呢很强大啊。我们有多强大？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包含了很多 Docker 项目，很多面板。我们熟知的像宝塔呀、AA Panel 啊这些，那都不是 Docker 的，其他的都是 Docker 项目。今天就挑选几个啊来跟大家演示，因为这个面板工具呢是非常利于部署的。我们先看一下6，这个是乌班图的远程桌面，是用网页版打开的。现在呢，大家选择 Y 就继续就可以了啊，然后它就自动去安装 Docker 环境，然后下载对应的镜像来部署我们这个乌班图桌面。不管你是什么系统啊，乌班图、Debian、CentOS、Alpine， 我这个脚本呢都是支持的。好，这样的我们 Docker 环境也安装完成了，它开始拉取镜像。好，安装完成以后呢，它直接就给我们弹了访问地址，这个要远比大部分的自动搭建要强很多，直接点击就可以了。点击以后，它就让我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那我们把这个 root 啊复制一下，粘贴到这儿，密码复制一下，这个是 Line 给大家随机生成的，也比较安全。登录，连接到了远程的乌班图桌面，有火狐，大家可以直接点开浏览器。我们这边可以搜索啊，科技 Line.pro。OK， 那我的官方网站也是可以打开的啊，它是有更新，它还能更新一下。有一些轻量的任务啊，你可以通过浏览器来操作的一些执行任务，你都可以挂在这个远程的乌班图上。它可以创建文件夹，给文件夹起个名字，你可以点击进入乌班图 20.04 的桌面化。这是一个啊，那我们回车，我这时候在摁6的话，它就会告诉你，你当前已经安装了这个，然后你直接就可以去访问这个，下回我们就不用再重新安装了。如果你要更新的话，你直接选择1，为了保持我们这个磁盘空间，我就把它删了，我们直接就卸载掉就行了。然后再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 Alist 也是多存储文件类型，可以把你的阿里云盘啊、OneDrive 啊等等一些网盘都挂载到你这个 Alist， 你就可以通过一个列表的形式来访问。同理 Y 啊，这边是会简单的介绍这个东西是什么，它的网址是什么啊，这个我们都可以直接跳转的，所以大家放心去使用。Alist 也同理，这边呢就是浏览啊，我们的用户名、我们的密码在这个地方，所以用了 Line 的这一个脚本呢，你安装什么 Docker 项目都是非常方便的。我们直接点击登录就可以了。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个管理 ，OK， 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用户名、我们的密码，你也可以后期再去调整个存储。我们这边可以添加新的存储，你这边可以选择啊，你可以选择什么网盘接入。你看像什么阿里啊、百度啊这些，还有迅雷，它有一个本机存储，看到了吗？这边给它一个编号。好，我们添加一下看一下。添加好以后呢，你就可以在你的首页上看到你的目录。当然，很多厉害的小伙伴呢，对这个玩法肯定是更深入的啊。我这边只是抛砖引玉一下。再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 QB 是一个离线下载 BT 磁力的工具啊，也是非常强大，它可以提前下载到你的 Linux 上，然后再从 Linux 上拉回本机就比较方便了，进行安装，这都是官方的啊，而且安装是非常快的。当然还是看你的源，看你的网络。这块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访问地址啊，我们点击进入一下，我们输入用户名密码，输入什么用户名什么密码呢？我们回到这边来，我们可以往下看。ADMIN 是我们的用户名，密码啊，复制一下，大家找一下啊，点击登录，它有点像是网页版的这个下载工具啊，点这个，然后就可以在这边把你的磁力链接的种子啊也好，还是磁力链接地址，还是迅雷地址，你都可以放在这边，点击下载就可以了。存放路径呢，同样是在 Home 这个 QB 的这个目录啊，如果你下好的，它就会放在这个地方。拉取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它做回成种子，然后从你本机拉取，这样的速度快很多。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13这个网盘，我们选择 Y， 它是拿 Docker Compose 来进行安装的啊，会装2个容器。
然后配合的使用，它可以支持离线下载这样的高端操作。这个我也有视频，大家回头可以去看一下。这边呢是访问地址，我们点击邮箱复制一下，这个后期你都可以自己去改的啊。复制到这儿，密码是这个每一家的账户密码获取方式可能都有所不同，但是大同小异。那比方说啊，我有这么多图片，我直接拖进去就可以了。它的传输速度效率取决于你的服务器或者你的 NAS 之类的啊，这边就已经传上来了。然后这块呢，你可以去后台编辑一下，这边点同意。用户组里头有一个 admin 就是我们在用的，它的存储空间调大啊，比方说你当前有200G 的这个状态，然后点击保存。这个时候我们回到前台，我们可以发现它下面就变了，这个大小一定是实际的硬盘空间要小啊，就不能设定的太大啊，太大的到最后你硬盘满了。包括它还有离线下载 WebDAV 你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我有的时候经常拿它来去离线下载一些HTTP 的下载地址的内容，因为时间还是蛮长的，所以它这边可以后台挂着啊，我哪怕把这个网页关了，它也在下载。OnlyOffice 它是一个在线的 Office 啊，也是 GitHub 上热度比较高的一个开源项目。我们选择18，看一下它怎么玩的。然后我们这边选择 Y， 然后你可以直接进行安装了。那有些应用呢，它其实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内存啊、CPU 啊，它都有一定要求的，要不它这个 Docker 项目可能运行不起来。但绝大部分呢，1合1 G 的配置都 OK。但不过小伙伴们如果都是 NAS 或者群晖啊这些，配置应该会好很多，而且在本地运行也都是非常快的，因为都是拿 IP 加端口的方式来访问嘛，你又不牵扯到反向代理，不牵扯到域名访问，这样呢它就部署完成了。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那我们把这个也输入一下，它是为了安全性，所以才有这一系列的操作啊。这是我们再试一下，貌似可以了。我们把上面3行命令全部输入完，我们这边呢可以访问编辑你的文档了。不光是 Word、PPT， 像 Excel 啊这些它都是可以的。这边呢会有很多类型都可以去进行一个保存保存了一个文档。我们可以选择 Excel 也是一样的，点这个退出。对，我们现在有2个，对吧？直接点这个下载，如果不想下载就把它删了。以后你直接访问这个 IP 端口就可以了。然后这个 VS Code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是官方出的一个网页版。我们选择2，好，这个也好了。地址是这个，用户名密码也给到我们了。我们点击这边呢，把这个密码复制一下，贴在这块地方。这个密码留好下一次就不一定要用到。它就相当于一个在线版的 VS Code。我们一般写代码呀，或者说写点 shell 脚本写点脚本都是可以。它其实完全采用的是 VS Code 的市场。Uptype Kuma。这个是可以看站点节点的心跳包的我们就看这个节点失没失联之类的。这样节点的话，通常意义来讲就是你的主机或者你的网站那我们直接访问就可以了它这个有一点好，就是让你在这边自己设置这样呢我们就进来了。它这个是个非常轻量的，添加 HTTPS 的，对，让它监听我这个网址的一个连接性，其他的不需要改了。直接下一步，这个官网就进来了。这个估计是开盾了，它监测不了。监测百度应该让我监测吧？百度是一切正常。我那个可能是有防火墙把它给平了。很多网站，你自己的网站你都可以这样的去监控，每秒给你发一个延迟数据包，它大概延迟多少。遭受攻击或者网络波动你都可以从这个方面看。它还有很多 ping 这些你都可以去看的TCP 的端口也是可以看。这个是 Kuma 网页备忘录23，潘多拉这个已经废了回头把它给嘎掉。它是一个备忘录，有点像记事本一样的小的在线应用。这边是可以随便输入的，直接就登录了这边有语言，这边可以去调整简体中文。然后你这边可以去写一些备忘录，而且它这个是实时的，看到了吗？它这个估计也是用的 WebSocket 去搞的吧。这块可以存一些链接，这个也是非常轻量的，也非常漂亮的一个工具。你可以看到时间线，
可以看到我在几月几号加的一个备忘，28，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非常好用啊，这个测速就是测你本机到你的 Linux 这一台服务器的一个时间延迟，包括下载速度、上传速度都可以测的。你直接点击这个啊就可以测了，大概这样的思路。好，这是一个很小的工具，我也很喜欢。29，这个有必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它可以聚合全网大部分的搜索引擎的资讯，然后给你提供结果。OK， 就是这样的一个工具。我们搜科技 LAN， 你看它就能搜到很多，包括很奇奇怪怪的英文资讯都是能搜到的，图片你也是可以搜到的。这块有个搜选项，大家可以看，可以对整个你的搜索引擎聚合哪些搜索引擎的，你都可以自行去调整。我最近也一直在用的私有相册，这个也是挺好看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30。未来的话，肯定还会有很多好玩的 Docker 项目的，很多好用的 Docker 项目的，就时刻的去关注 LAN 的这个脚本的更新吧。这个脚本就要打造这种一站式啊，一键搭建，怎么部署，怎么映射啊，怎么端口开放，这些你都不需要管，省时省力。就甚至包括我后期也都不需要管，因为大家的时间是宝贵的啊，你我的时间都是宝贵的。这种重复的工作量或者说是没有意义的工作量，我们可以尽可能的省掉。好，这个也搭好了，这边会告诉你用户名和密码，这样的我们就登录进来了。我们在设置这里面可以去调整语言的，同样也是可以把它调成简体中文的。OK， 这样的就传上来了。PSD、PNG、JPG 这些它都好吧，这也是就是一个图集一样的程序啊。当然它里头功能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有很多特点，包括它可以定位啊，还有人脸识别啊，可以把你的人像划分归类，地点划分归类。这是一个私有相册。再接下来呢，我们在日常办公会用到这 PDF 啊，这种你可以有一个 PDF 工作集。我们是秒创建这个 IP 地址加端口的，人家那个程序还没启动好，我们就已经创建好了。它有很多 PDF 工具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查看 PDF 啊、PDF 多功能啊、合并啊这些分割，你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啊。添加页、裁剪啊，功能是非常齐全的，还有压缩啊、获取图片。PDF 里头有很多图片，你都可以这样的去获取。中文名叫斯特林 PDF。今天最后的一个就是我们的32，这个也是压在最后面啊。32这个很牛逼，很强大，它是一个绘图表的一个工具。就像我们做一些流程图啊，要比 Visual 啊这种传统的 Office 办公套件里的要更清亮、更直觉。你可以做一些拓扑图。效果图都是可以的，一些 UI 啊、原型图，类似于像产品经理啊，你们要做一些示意图啊，都是可以这样去搞。Docker 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啊。这边呢，我们可以从本地，我们先创建一个空的，它同样也是支持多语言的，大家进去了就可以了，进去调，记得有个选择语言的啊，简体中文，这样点击确定，所有的东西就变成中文了。我们要重新刷新一下，我们创建绘图。空的面板在这边呢，你可以从这里面拖拽进来，给它一个缩放啊。VPS 厂商双击它，现在是12号字，你看变成55号字，它就变大了，对不对？它还有好的一点就是，比方说这两个，还有谷歌啊，直接拖进去，非常惬意的这种箭头也是比较方便的，拖进来一个，让它去连接这个。那就是说这个 do 啊是 VPS， 你就给它做一些关系图我这边只是做一个演示，就包括我们像流量流转啊，比方说我们先到 Cloudflare， 再到我们的雷池后端服务这样的一个流程，都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未来的话，更多会去使用这个图表来去做我们的示意，脑海中就会有一些概念。要不空讲的话，可能不那么好理解。Ctrl 摁住了滚轮这样的缩放。已经很强大了，包括我在果壳剥壳看到它其实是有客户端版本的，不光是在那个网页上，你可以在客户端上也去安装一个另存为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点击确定，这边你就把它下载下来了。下载下来，你到时候等这边打开设备，对，你可以去找这个，在新窗口打开吧。OK， 那它就回来了。
好，这就是今天跟大家讲了好几款非常好用、实用，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能用得到的 Docker 项目啊，未来也会增加更多的 Docker 项目，欢迎大家的去使用，一键脚本非常方便，应该是全网独一无二的。当然有小伙伴拿着我这个脚本二开，那另外再说了，好吧？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